所以在统一问题上，该软的地方要软，该硬的时候就必须要硬，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台湾拉回到统一的轨道上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是对台湾大陆需要强化强硬的一手。台湾媒体刊登大陆学者的观点文章并不常见。最近呢，台湾的《中国时报》刊登了一篇对大陆学者的专访，讨论了如何统一台湾的问题。这位学者强调，两岸一定要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劝个有用。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失去了公信力，无论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了。这位学者把塔西佗陷阱的理论套用到两岸关系上，是希望能够避免海峡两岸不要完全失去信任感，最后走向武力统一。这种说法呢，实际上代表了大陆的学者对于和平统一的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们也熟悉另外一句话，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任何一种政治角力都需要考虑软硬的两手。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大陆一直强调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实际上就阐述了这种软硬两手的内容。但是从最近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呢，我们在软的一手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在硬的这一手上却没有把力量用足。这软的一手呢，也没有形成台湾社会心向祖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相反，对一个中国的认知却在不断的淡化。这说明我们在软硬两手上的发力不均衡，特别是在硬的这一手上，实际效能有限。而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国、日本的反华势力，还是岛内的台独分子，却在全力以赴地用强硬手段压制岛内的统一声音，打击统派人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各业都形成了对统派人士的强制压迫。出于多种原因呢，大陆对岛内的这种局面采取了强硬手段的并不多，这导致台独分子更加的嚣张，也让有心回归祖国的台湾民众心存不满。近代以来，台湾人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可以称之为开明的政权，满清统治的腐朽尽人皆知。甲午战争之后呢，台湾人民遭受了日本殖民政府的残酷的压迫，甚至被剥夺了历史和语言，被当作日本的二等公民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纵观台湾的近现代史，可能也只有在70、80年代那一段短暂的时光里，台湾人民算是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和政府不作为所带来的宽松环境。但是很快，民进党政府无论在社会治理还是两岸关系上，都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政策，再一次让台湾人民陷入了困境。所以大陆在对台问题上有必要抓住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民的这个痛点，向他们展示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祖国统一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同时要向他们演示台独当局和支持台独的外国势力在军事上的脆弱性，断了他们以洋自保、隔海而治的念头。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历来是政治斗争的策略，对反革命的两手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当然了，硬的一手怎么操作，需要与时俱进。传统观念里面，硬的一手那就是动武那就是向台湾岛上投射多少大威力的弹药，摧毁他们的基础设施，消灭台湾军队的抵抗能力，这个是物理概念上的硬。那在信息时代硬的一手内涵要丰富得多在军事领域，可以通过军事演习或航展、武器装备展这些窗口，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军事能力。在舆论宣传领域也大有可为，比如说在新冠疫情的应对方面，海峡两岸应对的水平和效果那是高下立判的。这种情况那就必须向广大的台湾民众进行广泛的揭露和宣传等等。从历史经验看大陆只要对台湾问题表现出强硬，就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最近2年，解放军航空兵部队在台湾附近空域的步步紧逼，我们海军的常态化的绕岛航行，给台独当局或美国的反华势力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实际限制解放军70多年的所谓海峡中线也被一举破掉了。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大陆的硬，也充分的揭露了美国以及台独分子的软。所以在统一问题上，该软的地方要软，该硬的时候就必须要硬，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台湾拉回到统一的轨道上来。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